这是贵州铜仁的碧江天生桥景区。不过这个景区看不到天生桥，因为都已经埋入水下了。这个景区和铜仁大峡谷相连，两个景区有联票，很多人都是一起游览。这个景区的特色是坐船游览铜仁大峡谷，可以看到两岸很多的瀑布。一起跟我坐船游览一下这个天生桥景区。铜仁大峡谷天生桥景区，这个天生桥景区离铜仁市比较近，打车过来大概30块钱，门票加船票，网上的优惠价格是98元。不过很多人都是把天生桥景区和铜仁大峡谷一起连起来玩，两个景区都在铜仁大峡谷之内。只不过天生桥景区这边水面开阔，基本都是坐船游览，而铜仁大峡谷那边主要是栈道徒步。两个景区之间有一个码头相连。我现在是从天生桥景区这边入口进来，一路沿栈道往下，经过一个燕子洞。以前这里应该是有很多的燕子。继续往下走就是游船的码头了，准备坐船游览这个天生桥景区。不过这里建了水坝，所以也看不到原来的天生桥了。这个地方应该是地处铜仁市的碧江区，所以叫碧江天生桥。不过现在这里看不到天生桥，我个人感觉更像是一个小三峡。今天天气不太好，而且连续几天下雨，水也比较浑，还是能感觉出非常像小三峡。坐船游览这个景区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看到很多的瀑布。前面就看到了一个很高的瀑布，这里像一个大门，有一点三峡夔门的感觉。听一听瀑布的轰鸣声，这里应该叫飞水岩，瀑布沿着岩壁飞泻而下。两岸也依稀可以看到不少的岩洞和溶洞。据说这里冬天有很多的鸳鸯，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的鸳鸯谷。连续降雨，水面比较浑浊。两岸都是高达100米的山峰。如果换个天气和季节，这里应该是非常美的。两边的山看上去非常的漂亮。水面的倒影也非常美。前面又可以看到瀑布。这里叫做水帘洞，因为瀑布后面好像有一个溶洞。
这里的沿岸有不少千姿百态、各具千秋的瀑布。峡谷两边数百米的高岸上，那供无数的村庄、稻田用水的清清泉水，涓涓溪流，最后都向峡谷倾泻，于是便形成了峡谷两岸无数各种各样的瀑布。这里的山非常秀美，可以说不是小三峡，胜似小三峡。只是可惜今天天气不好，如果换一个晴天或者云雾飘渺的时候，这里都会是非常的美。虽然是同一条峡谷，但是昨天徒步同仁大峡谷跟今天坐船游览天生桥感受还是完全不同的。这边水面和峡谷非常的开阔，坐船也比较轻松，仿佛是高峡游平湖的感觉。如果把这个天生桥景区和同仁大峡谷两个景区一起游览，大约需要3-4个小时。这个船票是往返的价格，如果是自驾过来还要返回。如果是自由行，可以单边游览，不用返回。自由行的游客建议从同仁大峡谷进，从天生桥景区出。其实说白了，这两个景区就在同一个峡谷内，一半是天生桥景区，一半是同仁大峡谷。两个景区由不同的公司管理，中间有一个码头相连。不过两个景区游玩的感觉差别还是很大的，都非常值得游览。前面又看到了一个比较大的瀑布，听一听瀑布的声音。这叫什么瀑布啊？这个叫玉女神瀑。从玉女神瀑继续往前，就是连接同仁大峡谷的码头。从这里下船就可以继续游览。不过还要坐船回来，游完之后再从这里坐船回去。又下起了小雨，水面上升腾了一些云雾。感觉又是另外一种意境。回程的路边听歌边赏景。烟雨蒙蒙，有点仙境的感觉。又一次经过了这个水帘洞，不过很可惜没有靠近。
回到了天生桥上船的码头，不过下船的码头还要往前开一下。从这里下船，结束了天生桥景区的游览。我个人还是建议这个天生桥景区和上一集拍摄的同仁大峡谷景区一起游览。